非常谢谢大家哈。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我们做了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东西哈，叫 Pagamo 好 Pagamo。那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少有、非常 unique。那我们认为有机会改变世人学习带来一个很大的 impact 的一个系统。那我们也认为这是有可能是一个 potentially 很有一个影响力的 startup 的一个可能的一个 idea 哈。那这个系统，我们其实过去半年来，我们的同学、学生跟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个事情哈。然后，就是这个大家都常常熬夜哈，所以这个今天我妈妈、我爸爸跟我太太都有来哈，说他们终于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哈。那这就是你把 Facebook 网页设成公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妈妈会常去 check 你是晚上几点睡觉哈，即使你是40岁都还是一样哈。好，这个是我们台大电机系学生在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一张图，因为他们这个念书念得很痛苦、很辛苦的时候，就会用这张图来消遣自己，说智商不够，好痛苦哈。那我这个来 TED Talk 我就做了一张图，这个很适合 TED 然后演讲时间不够，好痛苦啊！因为你平常当教授的，你在教室上课你时间超过时间，学生都敢怒不敢言嘛，对不对来这边就不一样你这演讲时间不够，好痛苦。好，首先一开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随着人类的文明越演进，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教育是会越进步，还是会越退步？好，我们大家来投个票。大家觉得教育会越进步的举手一下。OK， 那觉得会越退步的举手一下。OK， 这个支持者参半基本上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我这边我提供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文明越演进，其实我认为教育其实是会越来越退步的。最主要是这是个不可抗力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你文明越累进的时候，我们人类就累积越多的知识。以前大学4年可能只要学这样的东西，但是你现在过个20-30年后，你可能要学这么多的东西，学的东西变多了，可是时间却是一样。那我们的教育就开始变成什么？我们开始追求效率。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追求效率往往不是最好的方式，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老师都很辛苦啊。我们为了学生都准备好很多很棒的这些东西，我们想要把这些知识都很快的可以教会我们的学生，我们都很辛苦。可是呢，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没有品味，没有感激，没有自信，没有趣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给大家一个比喻我想问大家特别是做妈妈的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我们从小就把那种很好吃的东西，从小就喂他很好吃的东西，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品味？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好吃？就像那动物园那一只什么银亚，是不是？从小如果就给他吃那种特级的竹叶，请问大家，你觉得他会有对竹叶会有一个很高尚的品味吗？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难吃的竹叶，对不对？他没有品味，而且他吃了这些好吃，他觉得都应该的，一点感激都没有。所以我们的老师其实很苦命。我们现在老师就很像那个很辛苦的这个妈妈一样就不是因为我妈妈这边我才特别这样子讲就辛苦的妈妈，我们都为了孩子很用心的去准备，很用心的准备好多东西，一直要教给这些学生。可是学生他完全都没有感激也没有品味。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办？其实我就跟各位讲，如果你是做父母的，很简单，你的小孩你就怎么样，逼他去煎一个蛋吃他没有煎过蛋，一定煮的都超会搭嘛，对不对？超会搭当妈妈的绝对不能心冷，不能心软你一定要逼他把这个蛋吞下去那小孩子就拍夹然后你逼他一定要吃光光这个时候你再端出一盘香喷喷的意大利面，对不对？就说哇，这个小孩子吃了后吃就是这就好吃，你知道，吃会很感激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好吃？那个品味跟感激都回来了，是不是？那好，那自信呢？那自信跟趣味怎么办呢？那自信跟趣味，我认为我们其实必须要从价值体系来更改，我们必须要更改我们的价值体系，才有机会把学生的自信跟趣味再引起来。我们想想看我们回想我们当初以前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怎么样？我们都很喜欢玩嘛，我们喜欢玩游戏，喜欢玩耍，对不对？我们都喜欢怎么样？我们都很爱慕虚荣我们都很喜欢同伴说哇你好强，你好棒，对不对？我们也喜欢什么样？我们喜欢跟朋友比较，比来比去，对。所以爱玩、爱虚荣、爱比较，是我们人的天性。这3个愿望有没有办法一次满足？有的我们这12年来就在做什么？我们在台大电机系，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必修课《几率与统计》一个数学的课程，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线上游戏。
在游戏当中，你就可以爱玩、爱虚荣、爱比较，3个愿望可以一次满足。好，那我们的系统长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的系统，叫做 BJT Online 哈。J 是我一个研究生江泽雄 ，T 是我们另外一个研究生唐伟轩，他们2个好跟我们做这个线，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叫 BJT Online。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也可以 Google 一下这关键字“休克如游戏”，因为我写了一个这个文章啊，在台湾跟大陆其实很多人传阅哈，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文章哈。那 BJT Online 长得像什么样子呢？哦，它长得像这个样子，它是一个像一个地图的一个线上游戏。那在我的课程当中，哦，我们传统都找老师出作业嘛，我就不出作业。啊，因为我觉得让学生自己设计题目，他学到的东西会比你塞给他一个题目做学得好。啊，所以我就把学生分组，每一组呢，你去设计你的一个题目。好，然后接下来的组跟组之间就开始攻破别人的组的题目。你攻破越多组，你在地图上就跑得越前面，全班的同学都看说，哇，你这个领先大家这么多哈，那个虚荣哈，就出来了，你知道意思吗？哈，好。那这个游戏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及时的看到每个人的状况。像你看这个看到第一组同学现在做了这个10几题，第2组同学做了20几题，那第3组同学他不到10题，他看了以后他就紧张嘛。哦，这个就可以改善我们同学以前那种小朋友都是拖拖拉拉加写作业，对不对？赶快做啊，他都等到 deadline 前1天才做。现在需不要？不需要。他看到说，别人都已经做了十几题、20几题，我才做个5、6题，他就开始紧张啊，知不知道？所以同侪的压力才是逼迫学生跟小孩子最好的方法。老师讲什么，妈妈讲什么，爸讲什么，没有什么用啊。哦，所以这个就可以让学生更加的投入这个游戏。好，那大家就很好奇啊，你想想看，讲到几率，讲到数学，大家是不是想到的都是什么 x 啊、f of x 啊、f of y 这种东西，是不是？哦，这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学生出的几率题目是什么样子的题目？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台大物理系林鼎奇同学跟台大电机系的魏正宇跟黄俊元同学出的题目。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花园中走一趟，并在途中摘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回来，只准摘1次，且不能回头走。但这座花园的道路是一直线，也就是说每朵花一过了就没有机会再看到。苏格拉底觉得柏拉图应该会因为害怕下朵花更漂亮而迟迟不敢摘取，最后空手而归。他便可以趁机对柏拉图讲述他对爱情的哲学理念。但聪明的柏拉图自有他的打算，他其实偷偷知道这个花园里面只有8朵玫瑰花而已，所以他用了一个策略来提高他拿到最美丽玫瑰的几率。首先，将路上最先看到3朵玫瑰花当参考、当 sample reference 就好，无论如何都不要摘。之后再走下去，看到玫瑰，只要比前面这3朵漂亮的就摘了再也不要犹豫下去了。假如按照柏拉图的策略，你觉得他拿到最美丽玫瑰花的这个几率是多少？这是我们学生出的几率题目啊。没有 x， 没有 f of x， 没有 f of y。OK， 所以你看同学做的题目，他们做的就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以前出一堆题目，他做的有气无力的，可是他做同学这种题目很有趣啊。那同学的反应是怎么样？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去年期末考中学生水深火热的时候，某个同学的 Facebook 左下角那边看到，6月16号，这个同学写说剩下4题 BJ 有点想要解完，不过再解下去，信号跟电池就不用考了，感觉颇糟的。隔一天6月17号，他说忍不住又去解了2题 BJ。期末考，你发现这我们真的做到让学生沉迷于学习。所以我那时候，我不瞒各位讲，我看到这个 Facebook 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感动到要掉泪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对我的教讯号跟电池的同事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说我们真的有机会做到让学生、让孩子沉迷于学习。所以我们认为游戏可以引出学生最大的潜能。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今年的另外一组同学，电机系的郑子宇、陈威宇跟夏耀山同学出的今年悲惨世界很红，所以他们出了一题爱泼宁烧信巴黎1832年6月，一个飘着毛雨的湿热夜晚，一间破旧的旅社，歪着一边的招牌写着德纳第客栈，留着花白大胡子跟八字须的是作家 Victor Hugo， 旁边的那个是他的朋友，一个正直的英国诗人。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搞一个英国诗人在这边想不通看到后面大家就知道了
这时候有人推开嘎吱作响的木门，匆忙走进旅社。大数学家普桑驾到了，哈，这是几率很有名的一个数学家叫普桑，哈。好，然后这个还没完哦。门外的街道上，一个中法女子戴着毛毡帽，穿土黄色大衣，正快步经过，这是 happening 哈。她喃喃自语道：“告白只会使她困扰吧？”我想着她，如果我是 Marius， 我又何尝不想把诀别信交给口塞手里？她继续没入阴影中。嘣！老板娘手里的盘子摔到地上。Happening， 你要去哪？哦，我超级入戏的。几阵枪响让室内一片寂静，只剩下老挂钟的滴答声浑然不绝于此。我看他凶多吉少，余国道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好，他被击中之后，应该还可以再走一段路。那就假设他每中一枪，速度就减半，直到中4枪时当场毙命。那请问他成功走过巷子的几率是多少？你算得出来吗？哦，几率题目开始出来了哈。然后你有没有在听啊？跑上问诗人，感谢那个狙击手，我又有灵感了。诗人说：“各位看看，这一群学生为了出这个题目，他们写了一首英文的古文诗，19行的古文诗。因为他们其中有个同学哈，他学英国文学，他就听这个英文文学，他为了这个题目，他写了一个19行诗。这诗是有意境，不是乱写的。歌唱的天鹅，为何要送这信到黑暗的冥府？注重为虐的子弹不会收回刀尖，因为跑上分布是屠夫的几率质量函数。无情的目击者去请求几率，他哑口无言诉说着这场悲剧。好，还没完了，后面还有一堆哦，我来不及念的哈，18分钟而已哈。所以你看看，游戏可以引出孩子的最大的潜能。Everybody like to show off。你今天花这么多力气，这么多心血，你如果只是得到老师的一个好印象，说90分，他不 care 这个事情，但他做出这个东西，全班的同学、全系的同学知道说，哇，他好了不起，甚至他老师还把他拿来 TED 这边 talk 给大家看到，好。所以你看看，这个就可以把他潜能带出来，是不是？好。那下一步呢？我们说3年来我们做这个系统，然后我们也觉得真的帮助学生把他学习的这个都引起来了。那下一步我们做什么？那这个是刚才提到 Coursera 是这1年来最受世界瞩目的一个新形态的线上课程。它跟以前的开放式课程不一样，是它开始有互动性。这是目前这1年来，它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它这个学生的数量冲到500万。那在今年2月，他们这个创办人Andrew， 他们就邀请我们台大跟其他75间的这个世界顶尖大学一起加入这个 Coursera， 我们一起在上面跟大家一起来把我们最有特色的教学搬上去。那 Andrew 当初在12月去年12月中来跟我们谈的时候，那我也有跟他讲到我的这个 BJT Online， 他就非常 excited，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学习的方式，所以他那时候就很希望说，Benson， 你可不可以赶快把你的课弄上来，把这样的系统弄上来，我们让世界看看，这样是可以做到，可以有这样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跟这个吕思浩老师的我的激励课跟吕思浩老师的秦始皇课，我们这2个课是全世界第一门用华语教的这个 MOOC 的课，也因此受到这个全球的很多的瞩目，那我们大概目前我们2个课各将近2万个学生了，所以真的我真的感觉到真的是有那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真的，你想想看你在一个班上教100-200个教得很好的老师，你一班100-200个学生也算很厉害，我教一辈子我也没有2万个学生了，是不是？那感觉是很 unique 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加入 Coursera 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机会带来下一波的教育的革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了，我们跟这个台大电机系跟台大资讯系的一群年轻人，一群我们的学生，我们决定了，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不自满于说只是在激励课，我们自己系上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就来自于台大，我们做出了全球首创的第一个把线上游戏跟这种互动式的开放课程结合的这个线上游戏的这个平台，叫 PaGamO。为什么叫 PaGamO 呢？因为当初我们要取这个名字，但是外国的朋友是希望说我们取一个名字就能够有东方色彩，你知道外国人就觉得这种就有一个 fantasy 感觉比较这个结果我们想很久，我们后来这个同学这个很有巧思，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叫 PaGamO。为什么？我们是台湾人嘛，
怕 game 就是怕 game all 啦哈，打 game 学的，玩 game 学的哈。他们台湾人，我们就要取一个够台的名字才行嘛，对不对哈？怕 game 啊，这听起来很有质感的，对哈？英文。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游戏的这个长相，就像一般的线上游戏一样，我们会有每个人我就在这个地图上面会有600-700个 user 玩家在同一张地图上互相竞争，所以你要去占别人的地，你要去攻别人的地你要去占别人的地，要边攻别人的地的时候，那这个系统就会叫你做一个数学的题目，你如果解对的话，或者你就可以抢人家的地，把人家怪杀死这样子你可以部署怪然后防御什么这些很多线上游戏我们该有的这些很有趣的这些 feature 我们通通都有然后另外呢，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有一个 worldwide 的 ranking 你以前说你几率就高台大电机系第几名你在全世界排第几名，对不对？你想不想知道你在全世界排第几名？在全世界都要排前10名的话，那个虚荣，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让学生有这个动机，说我要在里面他就会一直 again， 我们希望他真的更沉迷于学习当中。OK， 好，所以这个我们认为MOOC， 我们一直普遍都认为 MOOC 像 Coursera 这样的 MOOC 的系统，互动式的开放式课程，它带来这一波的教育革命，是因为它因应的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我们现在年轻人都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所以他把学习的场域从教室搬到网络上来，所以它引发了这一波的教育革命。那下一波呢？5年后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在看这个事情，我们在看这事情，我们认为5年后的小孩子是什么样子？你就看看你们现在的中小学的小朋友是什么德性嘛，对不对？每个都是玩 game 玩的那个样子的，对。5年后，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下一波线上教育，就是要把线上游戏结合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大，我们走在世界之先，我们做出这样的东西。我们认为 MOOC 加 Pagamo， 我们会带来线上学习的新革命。所以5年后，如果各位的家里客厅出现这样的对话，大家不要意外。就说这个妈妈问小孩说：“孩子你在干嘛？”孩子说：“妈，我在玩 game。”然后妈妈就很欣慰的说：“好，尽量玩，加油，加油！以后出现这种东西不要怀疑这是有可能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很骄傲的跟孩子讲说：“5年前的时候我看过，我告诉你们现在玩这东西是来自我们台湾的，来自我们台湾大学。”来自我们台湾大学电机系跟资讯系的一群充满热血、勇气、梦想，想要改变世界的年轻学生。我觉得我好像在讲《海贼王》的台词。这群学生，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简单。他们有这个勇气，而且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需要改变世界，他们就愿意投入半年。他们我们暑假有3天，每天晚上就在那边。一个地方系上的一个会议室做到半夜12点1点是常见的事情这些学生为了梦想这样投入，真的让我感动。所以作为他们的伙伴，我非常由衷的感谢他们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一起把这个梦想把它做出来我们有机会改变世人的学习，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谢他们的。但是作为他们的老师，作为一个台大老师，我也非常由衷的骄傲说，我们台大是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是敢于做梦的，敢于把梦想实现的。这是作为老师我非常的骄傲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个为他们喝彩来，蒋胜文、沈大金、陈燕玲、陈燕君、徐子涵、朱柏成、张耀仁、于朗琪、夏志阳、唐伟轩、林冠宇，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蔡依晨大哥非常感谢他们给我们这样子，是让他们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东西做出来。我们前几天 meeting 的时候，大家有在讨论要不要 dress code dress code 然后学生跟我说，拜托老师，请你不要穿西装打领带你一定要穿牛仔裤这样子然后我们讨论很久，我们的 dress code 就是不准有人穿夹脚拖所以我觉得 dress code 都follow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演讲希望给大家一个 inspiring， 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用做牛做马，做老师的，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管理者，你其实不需要做牛做马。只要你定好你的价值体系，设计好你的规则，其实我们就有机会把学生，还有把我们的这 employee 的最大的 potential 把它引出来
好，这是我们这个一个希望带给大家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让台湾的年轻人知道说，世界是有机会被我们改变的。就像我们这一群年轻的朋友，他们有这个勇气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更勇敢的做一些这样的梦，努力的把它实现，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的这个大儿子这大儿子那个拍谁这个给大家中间看一下好拍谁这个我的大儿子然后这个是他前几天用那个乐高那个 AST 之前就做了一个乐器然后就跑来给我看然后说他自己做了一个电吉他哦，不错。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跟我儿子也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台湾父子他做的再怎么样好，就是不错啊，他就是这个样子我爸跟我也是这样子的我要传达一个 message 是什么？这个是我儿子叶伯秀然后他在幼稚园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变形金刚非常的 hot。非常的夯，所有同学几乎每一个都有一台都带到学校去玩。他每天都哀求我说他想要买变形金刚我跟我太太就是故意不买就过了半年之后，我发现有一天他开始用乐高的积木，用一些会活动的零件，做出一个会动的像金刚一样的这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呢，这也是这个现在又长大一点，也是要叫我们刚刚买玩具就是要买乐器或买些玩具，我就死都不买结果呢他就自己去做出这样的电吉他所以我要传达的 message 是什么因为我之前做这个演讲的时候有小孩子在，就不好意思讲，现在都没有小孩子在就很好各位爸妈我想要传达的 message 就是我们作为爸妈的，或者我们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该怎么样 ？Starve them, don't stuff them, OK？ 我们不要再一直把我们塞东西给他，或是帮他做得好了，我们就让他去 starve， 我们就让他去饿。等他饿到有一天他受不了，他自己自然会去做这个东西出来，他自然会去 create 东西出来，他自然会创造出来。这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 message。所以最后呢，我希望大家，我们再给这些年轻人这个热烈的掌声。What gamble? We shall change the world。好，谢谢大家。